我有个朋友，从小学到初中都是我的同班同学，以下简称 Y。Y 他们家是我们村里最贫困的。Y 是抱养来的，因为这个家庭没有男丁，只有2个老人和1个寡妇，所以抱养了他，希望能延续香火。把 Y 带回去的那年，那个老公死了，半年不到的寡妇跑了，也就是说 Y 还不到3个月就没了父母，哪怕不是亲生的。我和他是邻居，我们2家隔着不远，我经常和他一起玩，但每次在一起玩最多半个小时，他就会跑回家。我很好奇，就跟着他去他家。一个才4岁的小孩子自己喂猪做饭，从井里打水，那做饭的灶台比他还高，做好饭之后还得把饭送给在2-3公里之外的田里干活的2个老人。每次送饭天都黑了，都说穷人的孩子早当家，他比我们所有的同龄人都成熟得多。后来到了上学的年龄，他背的书包是那种很久以前装洗衣粉的袋子缝成的，鞋子是捡来的，身上的衣服从来没有一件是完整的，都是村里人送的，或者把大人的衣服剪成小孩子的大小。他学习很刻苦很勤奋，是你无法想象的那种。有一次我去找他玩，他正趴在他家门口的树墩子上写作业。农村大夏天的，蚊子特别多。我问他为什么不在屋子里写，他说电费很贵的。那会儿他6岁，我和他从小学到初中一直都是同班同学。小学6年，任何一次考试他都没有掉出前3，但就是这么努力的一个小孩子都会被人欺负。很多人说他是孤儿，没人要的杂种。4年级的时候区里有个比赛，作文和数学，老师提前1个月让他准备一套好一点的衣服，代表学校去参加。那1个月他一放学就去捡瓶子，帮人拔草。最后一天他叫我和他一起去集市买衣服，我说集市没有小孩子的衣服，得去市里。他问我去市里要多少钱，我说怎么也得100块钱吧。他就很尴尬的笑了笑，说他只有30块钱。后来我爷爷喊我回家了，第2天我才知道他连集市都没有去成。在村口他被几个混混堵住了，钱被拿走，还挨了一顿打。参加比赛那天，老师问他怎么没有穿新衣服过来，我看到他红着眼睛说他没有钱，就不去给学校丢脸了。那年他9岁，那是我只知道玩的年纪。老师知道他家的情况，也知道他在那1个月天天去捡瓶子卖钱，就问他你的钱被谁拿走了，他只是摇头不说。后来老师给他买了一套衣服，他自己挑的，一套19.5块，那是他人生第1套真正属于自己的衣服。一套篮球服，做工粗糙，满是线头。他也不负众望，数学比赛特等奖，作文比赛1等奖。老师把奖状和奖品给他的时候，他对老师深深的鞠了个躬。放学的时候，他被学校的小混混堵在了垃圾场，又挨了一顿揍，理由是他不配代表学校去参加比赛，捡垃圾的人就应该在垃圾场待着。后来中考，他以全校第1的名次上了我们那边第4的中学，因为第1的中学离家太远，他去了就必须住宿，那样家里就没有人做饭和做家务。你以为一切开始变好了吗？并没有。初中是校园暴力最多的地方，而他这种除了学习成绩之外一无所有的人，就是被欺负的最好人选。那些学渣以欺负他来寻求快乐，撕他作业，往他的课桌里放虫子和蛇，把他的饭盒偷走。就算这样，他也一直没有和谁抱怨，依旧乐观。我问他不生气不委屈吗？他说有些事没有必要去闹，有些东西别人很多，但他没有，他不能闹。我知道他是怕事情闹大了会被退学，因为那些学渣都是靠花钱和靠关系进去的，而他也不被班主任喜欢，因为他没有送礼，也没有钱请客吃饭。在那个学校就是这样，学习成绩好不一定会被喜欢。后来也不知道从什么时候起，同学间开始传他是孤儿，他家很穷，他上学是学校特招的，很多人开始孤立他，他对此不闻不问，一心读书，4次班级第1，年级第1，全校第1，那种声音就自然而然没有了，但还是被人孤立。刚初3的时候，有天中午，他被人诬陷偷钱，教务处主任在他的课桌里搜到了别人的钱包，没人看到他，也没人为他作证。他的爷爷被通知到学校后给了他1巴掌，并说养他还不如养条狗，狗起码知廉耻，不会拿别人的东西。那时候好像从来不会生气的他，破天荒地吼了一句够了没。我看着他红着眼睛又哭又笑，好似从他爷爷说出那句话的时候，他整个人就彻底垮了。
那天之后他就没再去上学了。后来我才知道他当天夜里就去外地打工了。去年我和他聚了一次，衣冠楚楚，依旧温文尔雅。我问他这么多年来，你怎么从来都不怨？他大笑着摇着筛盅问我，他能去怨谁？他那短命的养父，还是拉扯他长大的爷爷奶奶，又或者是他那不知死活的亲生父母？对此，我唯有举杯一饮而尽。怎么样，是不是感觉后来的生活给了他补偿？不算太糟糕。算了，我告诉你，那天晚上他回去之后就跳河自杀了，根本没有后来的相聚。最后一段是我很久之前做梦梦到的。网友长治，好吧，我来告诉大家，这是真的。这件事就发生在我的老家。以下大部分是我爷爷跟我说的。博主姓潘，和我同村，爱也和我同村。我记得很清楚，我12岁左右，村里有个男孩自杀，因为歪死的那天夜里，整个村灯火通明，到处都是人。男孩家庭条件和一些经历跟文中描述的一模一样。如果我没记错的话，其实还有很多事情博主没有写出来，我不知道是为什么。但 Y 所受到的攻击和伤害远不止这些。Y 是被人贩子拐卖的，人贩子急于脱手，所以几千块就卖给了村里。那时候有很多被拐卖过去的小孩，我也是其中之一。这事儿到现在已经10年了，那时候的农村确实困苦，4岁喂猪做饭确实存在，但也很少很少。我们上的那个学校确实很黑暗，那一任校长后来被查出来贪污了几百万，这事当时闹得很大，牵连很多人。博主潘学长一直都在维护 Y， 多次因为别人欺负 Y 而打架，受到了很多次处分和警告。而对 Y 最好的人，应该是当年居住在村头的一位孤寡老奶奶，真正的把 Y 看作自己的孩子。也许正是这位老奶奶的去世，导致了 Y 再无法继续忍受下去吧。Y 出事跳河时，潘学长因参加篮球比赛而不在现场，因此潘学长一直都在痛苦悲伤之中。Y 的奶奶在13年悲伤过度去世了，爷爷在15年跳入 Y 当年所投之河去世了。潘学长一家在此期间一直照顾2位老人。17年，潘学长独自一人亲手为 Y 重修了墓地，墓碑上刻有弟潘某某尽力。Y 跳河时身上所穿的是小学时那位老师买的篮球服，一直到入土都是穿着那套衣服，是他爷爷的决定。Y 入土时，那位小学老师也参加了葬礼，在灵堂悲痛欲绝地痛斥了 Y 的爷爷。潘学长因报复当年污蔑 Y 的主要人员，致其双腿终身残疾，于2019年年初入狱了。再和大家说些废话吧，很多朋友在质疑这事的真假，也有说我就是打主的，这都随大家吧，毕竟我也不知道该怎么证明。也有说要帮助学长的，在这里很感谢大家的好意，但真的不用了，我们有自己的群体，我们自己能抱团取暖，你们知道吗？单单我这一代，我们村就有10几个被拐卖来的，最小的只有几个月，而一个地区又何止一个村。现在2021年了，还是有抱养买小孩的，而我们这些被抱养来的，除了极少数运气好点的进个富裕家庭，其他的大部分都是没有父母的。我们这些外来者，在村里不被当成族人，在外不被当成村里人，我们这些孤儿只能抱团取暖。命好点的熬到成年出社会挣钱自立门户，命不好的进工厂流水线，黑白颠倒挣点糊口钱，或者在家种地。别奢望从哪儿得到什么帮助，天生地养，野蛮生长。这些年死的只有 Y 一个嘛。往前推个10年，那些没有墓碑碑的小土堆里，埋的又是些什么人呢？我们又该拿什么去帮他们呢？人生已然如此，又何必念念不忘？而今我们过得总的来说还算如意，有手有脚，脑子也算清醒，能挣点小钱，也有个安身之处，也再没什么人随意欺负我们，我们也不会因为幼时的苦难就对世界不满，心藏黑暗。纵有小抱怨，也不影响我们努力向前。网友 B 刚刚去网络查了，才知道应该是叫 LQ 中学，一堆花钱买进去的，那边风气真的很不好，只能说努力走出小地方，外面的世界更广阔。网友 D 我也遭受过长期的校园霸凌，从小学到初中，整个初中时期被霸凌得很厉害。很多年来，我感觉每天去上学就像是要去打仗，每天都有人找事，我是唯一一个被霸凌会反抗的人，结果就是导致霸凌我的人更多了，这彻底改变了我，或者说重新塑造了我。我成绩非常好，表面正人君子，看起来文雅腼腆，其实内心天天都在骂人。我变成剧情嘴贱王，
骂人花样百出，时而文采斐然，时而有理流气，无与伦比。高级的说的溜，比下流话也没输过。常年中英文双语脏话不间断，回击霸凌我的人，我就希望任何被校园霸凌的孩子都能勇敢回击。谁骂你，你就变着花样骂他；谁嘲笑你，你就大肆嘲笑他。总之，大家都是未成年人，都是第一次当学生，必须魔法打败魔法。PS， 当年校园霸凌我的头目们都比较惨，有个精神出了问题，还有个霸道惯了的捅伤了一个其他班的同学，做了少年犯，现在估计天天铁窗泪。Nice 啊！其中有个人在前年翻到了我博客，还私信给我道歉。说实话，我永远不会原谅他们任何一个人。等我功成名就了，我再去看看他们在哪里发霉生蛆。他们还在我中考前筹划给我致命的最后一击。某个中午，把我所有的书和学习资料偷了，然后分散的扔进垃圾桶。我爸在大夏天拉一堆朋友去垃圾场刨垃圾，只刨到20%。我冲到大街上找收垃圾的大爷哭诉，我妈跑遍全城书店也没买到啥，我的笔记全没了。太多这种少年恶行，回忆一下我都胆寒。所以只要听说他们惨，我真的忍不住就会要笑。我没有圣母的情怀，只有一颗战斗的心。所以看到校园霸凌的事，我就觉得有很多小孩的恶，真的让人意想不到。服从你就输了，就得干他们，相信我，一定会赢。网友 F， 我6年级从城市转回到村校，一直被班级上所有人孤立，和同学打了几架。到了初中，尽管我成绩很好，但班主任看不上我，一直带头孤立我，上课各种针对。他说，你是觉得我在针对你吗？没错，我就是针对你。他天天说我笨得像猪，只能读个职高，各种冷嘲热讽，带头全班一起嘲笑我。那个时候我看见他，我的腿都会不由自主的发抖。我是真的害怕，特别害怕。还好没有如他愿，不好不歹上了个2本。还有隔壁班的一个男生，虽然全校第一，但老师处处贬低他，说他除了成绩好一无是处，只要他哪里做错了，那些老师就使劲的踏虚他。不过后来他很好，考上了清华，摆脱了那群老师那群渣渣。真的，农村乡镇没有几个好人，尤其是好老师少得可怜，他们才不会管什么正义呢，他们只图自己痛快，不要给他们找麻烦。我那个班主任，听说几年前把一个女生逼自杀过，还好抢救回来了。那个班主任现在依然在教书育人，得意洋洋。网友 J， 我爸说，他小时候邻居学习很好很好，尤其是数学，他考上了县第1中。因为家里穷，住宿期间捡垃圾卖瓶子，放假回家徒步走，走到脚磨破，但是他成绩还是很好。后来他遇到了校园暴力，然后他疯了。哎，悲剧，太悲了。网友呀，我是闽南农村长大的，确实我们那很多抱养的，我们村就有2、3个男孩子是抱养来的。我有个同学的弟弟也是抱养的，同学家对他很不好。这个可怜的男孩在某年的大年初2跳楼自杀走了，而大年初5，我这同学还出来跟我们聚会，不可思议。网友 M， 初中的时候我也是被人欺负，4年级前时，放学后要帮别人写作业，突然懂了为什么现在中学要分流分班，分班可以让很多 F 班的小混混接触不到 A 班的学神，升学率是一方面，另一方面可能也是保护。农村中学的年级第1，你以为很有用？中国太大了，你看到的不过是冰山一角。网友 N， 初中叛逆期，不知天高地厚，很多学生3观还没建立起来，而且根本不怕老师。后来我上高中，去了县里面最好的学校，同学们就好很多了。希望有个导演把这个拍成电影，作为警示。